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文献离居吠陀，公元前1500多年，摩西所写的《圣经》开篇创世纪，上古时代华夏始祖伏羲所创的先天八卦，佛教般若法门的代表性经典《金刚经》和《心经》，还有史上拍卖价值最高的名画等等，都在暗示一个古老的秘密。OpenAI 的 Sora 会让你更加深刻理解这些典籍和名画所透露的意义。让我们就来一起探究这个秘密吧。我是孜孜以求的 Sean， 我们的时空节点恍然就来到了2024年2月15日。OpenAI 公司的 Sora 横空出世，向世人展示了人是如何创造天地万物的。起初，指令框里一片空白或黑暗，人和 AI 的智慧运行在电脑里。人说要有光，就有了光。AI 看光是好的， AI 就把光暗分开了。要注意 Sora 的文本是可以用语音简单输入的。圣经开篇创世纪里也写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题外话啊，圣经在创世纪这里，为什么神说我们而不说我呢？难道还有其他的神吗？请在下方留言区讨论。人也这样说， AI 照着人的形象造人， AI 所创造的有男有女。当我看着 OpenAI Sora 的作品时，一下顿悟了一直困扰我的问题的答案。神或者高智慧生灵在更高的维度，为什么只需依靠语言就能够制造出人类的3维的世界、4维的时空呢？真是神奇啊！人现在也这么神了，就只需用语言就能任意创造2维的世界。原来我不能理解神或高智慧的力量和大能，直到现在我能理解了。就像我们在2年前都不能想象 Sora 的才能，所以如有发展上万年、上亿年的科技，科技就是魔法，是神迹啊！正如科幻作家克拉克所说，技术足够发达之后，将和魔法无异。更高智慧是完全有可能像 Sora 这样只用语言就可以创造天地的呀！我发现除了圣经，还有几部古老典籍，加上一幅史上拍卖价值最高的名画，似乎都在暗示我们的世界是被创造出来的虚幻世界。流传千年的奥义书是用梵文写成的一组古印度哲学文本的统称，是印度最经典的古老著作。奥义书原本是口耳相传的 Upanishad， 意思是坐在导师旁边秘密传授。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声称，奥义书是人类智慧的最高产物，其核心内容是探讨世界的终极奥秘和人的本质。在公元前350年编纂的《白罗奥义》里也描述到，应知自性乃摩耶，摩耶作者大自在，彼之肢体及众生，一切变诸此世界。意思是要知道事物的固有性质乃是摩耶即幻象，幻象的作者是大自在天 Maheshvara。 世尊大自在天施展了自己广大的神通，神奇的魔法，让自己的身体变出一个有各类生物居住的看似实有的世界。大自在天就是印度教3大主神之一湿婆，他与梵天、毗湿奴并称是3位一体梵的具体化身。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主广场也树立着宇宙之舞状态中的湿婆神。印度教认为毁灭同时有再生的含义，它的宇宙之舞是毁灭之舞，也是创生之舞。我们知道1维是2维的投影，2维也可以看作是3维的投影。我们通过1维、2维以及2维与3维的关系，可以推导出3维和4维的关系，4维和5维的关系等等。就如 Sora 创造2维世界，我们人类的世界就可以是更高维现实的投射或创造啊。我们的3维世界
就是一个大的矩阵空间，任意一个点都有它的空间坐标。宏观世界由微观世界构成，随着微观粒子运动或变迁，从而推动宏观世界，形成日月星辰和世间万物。著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提到，我们所在的宇宙是高度有序的，我们的宇宙是一定物理规律高度契合一系列数学规律的具有微调设计的宇宙。自古以来，传说中的伏羲氏被奉为华夏的人文始祖。他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意思是伏羲对天地人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考察，从而感悟到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最基本规律，创作了伏羲八卦。它能够描述、探究并预测宇宙天地运行的规律，以及人事物的状态和发展趋势。伏羲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阴和阳两个最基本的元素，并用阴爻和阳爻组成的三爻卦象这种特殊语言表达出来，为人们开辟了认识我们复杂世界的一个途径。在伏羲八卦基础上发展的《易经》是讲宇宙天地运行规律的一部典籍。在天地未开、混沌未分阴阳之前，宇宙的状态我们把它叫做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从无到有，从太极中生发出来的。太极就是宇宙间万物共同生存的平台。类比 Sora 创造世界，太极就是电脑。伏羲创作的先天八卦，这八个三爻符是原始的文字与二进制数字符号。它的数字原理与规律与德国数理哲学大师哥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发现并完善的二进制相得益彰。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1703年，他曾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伏羲八卦二进制研究成果，标题为《二进制算术阐释》，仅使用数字0和1，兼论其效能及伏羲数字的意义。在莱布尼茨眼中，0与1是一切数字的神奇渊源。伏羲八卦的阴与阳基本上就是他的二进制的中国版。他曾断言，二进制乃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最完美的逻辑语言。他也认为，我们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现代人创造了用0与1两种状态组成的数字电路，并应用在现代计算机以及依赖计算机的设备里，从而人类仅用语言的指令就创造出了屏幕里的生动、变化万千的二维世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大千世界也可能是另一个高维度创立的由0与1两种状态组成的虚拟世界。伏羲八卦的二进制用来推演世间万事万物，每一卦形都代表一定的人事物。为什么易经能够用来预测出事物的所处状态及发展趋势呢？是不是伏羲使用了万事万物构成的信息基础编码二进制，通过二进制的各种组合和变化，结合人专注的意念能量和频率，它就能用三爻符用来推演出事物的状态和发展的趋势呢？当然，对于伏羲八卦、易经还存在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玄妙之处。孜孜以求的这期视频阐述了现代量子力学和易经互相印证的关系，以及如何简单使用线上易经协助股票买卖等等。当我们设想我们的物质世界是由高智慧的意识在更高维度，类似于人类创造 Sora 的世界而创造出来的，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道家与佛家所说的原来显得深奥的艰深难懂的语言和境界。听听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以及另外一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是不是大白话了呢？乔达摩悉达多，也就是觉醒后的佛陀，在苦行林绝食苦行长达6年之后，他放弃苦行，在菩提树下许下强烈誓愿：我不成正觉，誓不起此作。他就在菩提树下冥想了49天，克服了身心内外的一切魔障，达到了冥想的最高智慧，真正认识了宇宙的真理，缘起性空。
世间一切皆是因缘和合所生起的假有，本性是空的。作为一名凡夫，常常很难理解佛陀的话语和境界。在我们看来，有天有地，有世间万物，有欢乐有悲伤，怎么也想象不到这是个假有的世界。佛陀通过深度禅定，证得三明六通，看到了多维度的三界28层天。但现在，如果理解了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我，看着虚拟世界被投射的我，就很容易理解佛陀的话了。比如大乘佛教般若部经典之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被尊为经中之王，梵文释义是以能断金刚的智慧到彼岸，简称《金刚经》。在这部经典里，佛陀反复地强调空与无我的概念。现在觉得他就是说字面的意思，没有不存在的意思。当然，我们就不要执着不存在的事物了。正如《金刚经》的结尾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万物如梦幻泡影，人们见到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幻象。就如在 Sora 创造的世界里，一切万事万物看起来都是有的，而实际上这些物质却都是空的，都是虚幻的。那让我们体会一下接下来的几个句子，看看你是否醍醐灌顶了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以及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如来这里不单指如来佛，而是众生的本体自性，拥有佛性的本体，犹如观看类似 Sora 世界里的高智慧意识体，也就是你我。如果看着投射到类似 Sora 的世界里的人，他们就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的非众生啊。佛家也说四大皆空，指的就是组成世界的核心物质元素，即地、水、火、风四大元素都是空的。引申含义就是世间万事皆虚，并不存在。在我们这个看似有实相的世界，听到《金刚经》而顿悟了的六祖慧能，更加直白地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没有智慧的菩提树，没有明镜，世上本来就是空的。看世间万物，无不是一个空字，更不用说会积累尘埃了。当然，你说不是这样解释的，他说的意思是本来清净的心，哪里会染上什么尘埃？我想，佛陀、六祖不会明白地告诉那个时代的人，这个世界是虚拟的。在那个时代，就是他们说了，人们也不懂什么是虚拟现实技术。也许佛陀和六祖是让未来的我们自己去顿悟啊。佛经的另一部著作《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一部言简意丰、博大精深、提纲挈领的重要大智慧经典。心经也层层递进地描述了一个真实不虚的空的世界，在大智慧光明的关照中，照见五蕴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下巴仁波切，一位下巴活佛，他用一个人对着一面镜子的例子来描述佛家空的概念。现在他应该会用 Sora 创造视频的例子来描述佛家空的概念了。佛陀通过深度禅定的实践验证，从而接受了古老印度教哲学中幻象摩耶的概念。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印度最古老的典籍《离句吠陀》中，它是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之间写成的。它表达了对世界万物的本质的理解，那就是短暂变幻，虚幻无常。当然，2300多年前，庄周梦蝶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人是很难区别现实与虚幻的。可以看出，东方的古人一直都在思考世界的虚幻性，与今天科技发展中的模拟假说是一致相通的。对于现代的我们，世界是虚拟的已经不是新话题了。埃隆·马斯克在2016年说，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真实世界的概率只有10亿分之一。
the odds that we're in base reality is 1 in billions. 世人也渐渐发现了这个世界许多不太自然的证据。这期视频我只从古代经典和一点点个人经历来探讨。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还将从科学和 CIA 解密文件来深挖这个话题。在20岁前，我常常经历 déjà vu 既视感现象，或说似曾相识。虽然我第一次见到某个场景，却感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见过或经历过这个情境。在那时，我会感到朦胧奇妙、熟悉而又困惑。我会说：“等等，这个场景我经历过啊！”但是那些场景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场景。20岁以后，我就没有什么 déjà vu 了。科学美国人杂志说，年轻人会常常有 déjà vu 的经历，许多人会在6岁到10岁之间开始有这样的经历。你有过这种经历吗？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呢？大家在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吧。对曼德拉效应，我也真的有过同样的疑问。有没搞错？曼德拉他不是早就……等等，怪不得这个世界这几年发展如此迅猛，都超过了人的想象。难道这个庞大的宇宙系统对于更高的智慧意识来说是可以操作的吗？这个世界的时间线或不同虚拟世界之间还可以被调试、变动、切换吗？我想起了达芬奇的一幅卖了4.5亿美金的名画《救世主 Salvator Mundi》。在这幅画里，耶稣右手的2指上指，左手持有一个水晶球。达芬奇想告诉我们什么密码呢？对于特别强调画光线的达芬奇，当他画这个水晶球时，他并没有画出基督袍子的褶皱在水晶球里发生放大、反转或颠倒的现象。在圣经中也没有记载或有什么典故显示耶稣使用过水晶球。难道达芬奇是想通过水晶球暗示我们的世界如水晶球里的影像是虚拟的，并不真实存在的吗？这个没有反射效果的水晶球就如一个电脑，神不开机就不会充满了虚幻的投射和影像吗？你认为达芬奇为什么画这样的水晶球呢？那你也许会问，既然认识到世界是虚拟的，对人又有什么用吗？日子还不是一样过啊？又如何摆脱这个虚拟矩阵的世界呢？这里我提供几个方面的途径，以供参考。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中的洞穴寓言描述了人们被困在洞穴内，背对火堆，只能看到墙壁上的影子。他们以为影子就是真实，而实际上这只是外部世界的投影。柏拉图认为，人们对真理的认知像洞穴里的囚徒，只有通过哲学的思考和超越感官经验，才能逐渐认识到真正的真理，超越洞穴的束缚，达到理想国的境界。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意识，提高批判思维能力，判断和质疑我们生活中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比如，是否要相信或观看可怕的预言呢？我们会在今后的视频中细说这个问题。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只是确认了一个思考的自我存在，没有深入探讨自我的本质。印度教灵性大师、哲学家拉玛那马哈希通过参究我是谁，来参透我们所知道的自我和现实的幻想，直指自己的本源。马哈希16岁那年，经历了一次濒死体验。他发现身体会死亡，但灵魂并不被死亡所触及。那时，尽管所有的感官都麻木了，真我觉知却是清晰异常的。因此，他了解到那个觉知就是我们所谓的我，而非这具肉体。他说，要内转心智，不断提问我是谁。当一个人碰触到无上本心，个体我便沉寂了。当所观的世界消失，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时，旋即我知我的真实就会显现出来。但它却不是小我，我知我是完美绝对真我的存在，是纯然的觉知，这样就会证得了无真我或解脱了。庄子梦蝶的寓言，不知舟之梦为蝴蝶语，蝴蝶之梦为舟语，来唤醒人们对于现实世界存在真实性的审慎思考。他以逍遥游来比喻人生的境界，认为只有在超然物外、心无所执、顺其自然的状态下，人才能真正体验到生命的乐趣。逍遥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在内心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受外界存在的干扰和困扰。
努力成为一个精神自由的人，从而达到心灵的自由和解脱。再想想佛陀，我们凡夫想追求的一切，作为一位王子，他都拥有权力、财富、美人等等，但他那敏感的心灵还是抑郁了。他痛苦不堪，因为他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他需要获得一种解脱之道。然后他竟然放弃了一切，还沿街乞食，我是绝对做不到的。经过6年的苦行，佛陀在菩提树下终于悟道，证得了解脱的真理，明白了结束痛苦的路径。这条路径就是8正道，包括正知、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佛法的84000法门都不离8正道，概括为3个字：戒定慧。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最终可让人证得智慧，解脱烦恼，摆脱因果，脱离生死轮回，究竟涅槃。在我们之前提到的心经里，观自在菩萨，也就是观音菩萨，进一步说明了佛陀所说的摆脱虚拟矩阵世界的途径，那就是透过心量广大的通达智慧，知晓我们世界的虚幻本质，做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以慧眼观察世间的真相，心就不再迷惑，身心就自由自在，是超脱世俗困苦的根本途径。把握自己，借假修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我们的精神和灵魂。用现代人的话简单的说，就是使用正向思考和行动的力量，反省清净内心，加上冥想、禅定的修炼等，成为自己思想、行为的观察者，持有通达的智慧，让自己和他人去到彼岸，找回实有世界的真正游戏玩家。透过游戏玩家的视角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和人生，尽量成为自己这场人生游戏里的赢家。即使不能，那就放开心态，因为都是幻想，又何必入戏太深呢？从而脱离痛苦，实现觉悟，去除无知无明、贪婪、嗔恨、愚痴，获得解脱，不再受虚拟世界从人心上对人的控制，并与创造者意识的一部分自己的高我相连接，用至心若镜，物来则应，物去不留的心态不断向前。有这样的心智，也许我们在这个虚拟矩阵世界里就会自由自在，实现开挂人生。您的支持、订阅、点赞、分享和评论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也能让更多人得到一束光。